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石川觉志博士著作的《老后一个人生活更幸福》。本书是一本推荐给想要了解如何减少老年不安与孤独感的人阅读的书籍。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一个人生活或许会感到寂寞，但未必意味着内心不安。第二，支撑独居生活的行动方式。首先是第一部分，一个人生活或许会感到寂寞，但未必意味着内心不安。作者以570名60岁以上的男女为对象，进行了关于孤独感与不安的问卷调查。随着年龄增长，任何人都会感到孤独或不安，但也有不少人能够很好地应对这些情绪。本书将探讨这种实际状况。调查显示，感到孤独的人60多岁约占 15%， 到了80多岁则增加到约 30%。 随着年龄增长，朋友离世、人生经历的变化等都会增加，因此感到孤独的人随年龄增加是很自然的现象。不过即便如此，感到孤独的人也只是约30%。另一方面，不安则不同，从60多岁开始，就有约40%的人抱有不安情绪，而且这一比例在不同年龄段之间变化不大。也就是说，不安是一种不分年龄普遍存在的情绪，不过也并没有超过半数。那么，为什么无论是孤独还是不安，都没有超过半数呢？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采取了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与生活方式。独居会寂寞吗？一位70岁出头的女性这样写道：我和儿子一家、孙子一起生活，所以不感到寂寞，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不安。白天仍然是一个人，承担全部家务，虽然和孙子一起吃饭，但沟通并不顺畅。2年前丈夫去世后，不安感加剧。另一位80岁出头的女性说，虽然和家人住在一起，并不寂寞，不过最近腿脚疼痛，所以感到不安。年龄带来的问题，即便家人在身边，也无法改变家人数量与孤独不安的关系。作者比较了是否感到孤独或不安与家庭成员数量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容易感到孤独的人，家庭成员数量通常较多，尤其是同居情况下，诉说孤独的人仅约1%。可以说，家人的存在确实能缓和孤独感，这是符合预期的结果。但是，不安却几乎与家庭人数无关，无论家人多少，不安感都不会明显减少。这也可以理解，老年后的不安多半来自身体衰退、突发疾病或受伤，这些都是关于自己的问题，与家人并无直接关系。即使家人在身边，也难以消除个人内心的不安。与此相比，孤独则不同。独居者中，约30%表示孤独感强烈，同居者中，仅约1%。即使白天一个人，晚上家人会回来，那种孤独只是暂时的，因此不太会发展成强烈孤独感。不过，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同居者，仍有约 15% 的人感到孤独。也就是说，即使和家人在一起，也会有人感到孤独。那么，这种在家人身边却仍感到孤独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深入研究，也许能找到应对孤独和不安的线索。另一方面，独居者中，超过60%表示不感到孤独，超过半数表示不感到不安。也就是说，独居者中不孤独、没有感觉到不安的人反而更多。这具有重要意义。这说明，并不是只有独居的人才会强烈感到不安或孤独。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为了消除不安和孤独，只要和家人同住就好。即便如此，一个人生活依然可以感到满足。但调查结果却显示，独居者的生活满意度反而更高。本次问卷调查发现，生活满意度与烦恼程度之间存在一种较弱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越感到满意的人，烦恼往往越少。进一步调查烦恼程度时发现，独居者相比同居者，烦恼更少的倾向更明显。
一位70多岁后半段的男性写道：即使上了年纪，身体逐渐不听使唤，只要还能自己照顾日常生活，我觉得独居反而更轻松，毕竟可以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不必顾虑同住家人的感受，这一点让我很感激。另一位70多岁前半段的男性则这样说：我和妻子、孩子3人一起生活，70岁时从公司退休，在家里仿佛被家人忽视，很痛苦，身体状况很好，也没有什么烦恼，但生活满意度只有25分。如果是一个人生活，也许会更好。空闲时间是关键因素。一位70多岁男性提到，能够忍受的空闲时间上限是2小时，过多的闲暇时间会加重孤独和不安。一位60多岁后半段的女性写道：8个月前因为膝盖受伤退休，体重增加了10公斤，整天看电视，没有事情可做，不安和孤独都很强烈，时间变多了，体重增加了，也想得更多，心情越来越沉重。一位80多岁后半段的女性说，白天家人出去工作的时候最寂寞，以前喜欢看录像，只要看着就满足，但最近觉得无聊，不太看了，于是空闲时间变多，也就开始觉得寂寞了。可以看出，胡思乱想需要大量时间，那么要避免陷入孤独与不安，空闲时间应该控制在什么程度呢？虽然因人而异，无法给出绝对标准，但问卷调查显示，不感到孤独者，平均每日空闲时间为2小时17分钟；不感到不安者，平均每日空闲时间为2小时5分钟。也就是说，把每天无事可做的时间控制在大约2小时以内，似乎有助于心理稳定。不过，这意味着需要让生活保持相当程度的充实与忙碌。接下来是第2部分，支撑独居生活的行动。独居真正的核心价值，并不是一个人生活，而是自主权。当人进入老年阶段，社会角色减少，工作结束，子女独立，许多人会失去被需要感。这时，如果还能拥有自己掌控生活节奏的权利，那种自由感本身就会成为心理支柱。独居的意义就在于，时间由自己支配，空间由自己决定，生活方式由自己选择。这种自己说了算的状态，会带来一种强烈的掌控感，而掌控感是对抗不安最重要的心理力量。为自己而活家务的真正意义。很多人认为家务只是琐碎劳动，但在独居生活中，家务其实是一种维持自我存在的行动。做饭不是单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计划执行完成，获得成果。这是一种完整的行动循环。心理学上，人一旦持续处于完成循环的状态，就会减少焦虑感。80多岁那位男性说自己每天都有事情做，没有空闲。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忙，而是他每天都在运转自己的生活系统。当一个人还能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自己整理环境，他就在不断向自己确认一件事：我还可以。这种我还可以的感觉，是防止心理衰退的重要核心。而且家务还有另一个隐藏价值，它让人每天都有小小的完成感。小成就感的累积，比偶尔的大成功更能稳定心理状态。外出活动打破思维内耗。书中反复提到一个关键词：空闲时间。调查发现，如果每天完全无事可做的时间超过2小时，孤独和不安就容易加重。为什么？因为孤独和不安本质上不是没人陪，而是过度思考自己。当人闲下来，大脑会开始反刍，身体会不会变差？会不会突然生病？如果倒下怎么办？以后会不会更孤单？这些问题本身没有答案，但思考会消耗能量。外出活动的意义就在于，把注意力从自我内部转移到外部世界。散步诗人会，看风景，听声音，观察行人，感受天气。注意力被现实世界占据，大脑的焦虑通道自然减弱。登山、旅行之所以效果更强，是因为它们包含
目标期待计划、体力挑战、成功后的满足，这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生成系统。3、兴趣与社群重建被需要感。退休之后，人最容易失去的其实不是收入，而是角色感。兴趣活动和社团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们能创造新的身份。我是舞蹈学习者，我是登山队成员。当一个人开始拥有新的角色，他就不再只是老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有使命感。使命感是抗孤独的最高级武器，因为孤独最深的来源不是一个人，而是我是否还有价值。当你在做有成果的事情时，价值感自然产生。4、自由不等于放任。这本书真正想表达的并不是独居比同居好，而是独居如果缺乏行动，会放大孤独。自由本身不是幸福，主动使用自由才是幸福。老年并不是衰退的代名词，而是人生另一种形态的开始。独居也不是孤立，而是一次重新定义自我的机会。当自由被认真对待，当时间被主动使用，当生活被赋予意义，一个人也可以活得温暖而坚定。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